要拜托 ATM， 大家好，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瓜，我是乡里Sandra。在 TVBS 未来银行将在每天晚上8点举办最新现金的回馈活动，只要通过1次考验，就可以把高额的奖金变现带回家。今天的主题是轻熟龄的保养秘诀。欢迎5位嘉宾，请进场。哇！团结年轻一辈主持人呢，以及徐凯熙，你好。凯熙好，凯熙跟我们聊一下轻熟龄的保养。我自己的话是蛮主张敷面膜的，常敷吗？对，蛮常敷的。我每天都会根据心情去搭配不一样的面膜，比如说礼拜1、礼拜3可能会敷那种片状的，然后2、4可能会涂抹的，那3、5可能就湿敷化妆棉。那时间会花很多。最近是不是有个1分钟面膜超快的？对，早上出门的时候，因为我最近开车通勤嘛，我就可能在路上我就会敷那种1分钟日本的那种一张一张抽取式的面膜。天下没有丑女人，只有懒女人。对，接下来介绍的是我们的杨子怡，是电影跟戏剧的演员哦。报告好，男生来谈保养不是很奇怪？你有保养吗？我最近还尝试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。我平常就是化妆水、乳液一定会擦啦，但是我最近尝试了一个叫韩国美颜针，它就是针灸。我脸上插了大概160几针吧。可是这个是中医诊所才有吧？对，它是中医诊所。对，它就是刺激你脸部的所有穴位，然后它会整个脸部都会整个拉提起来。它大概是12到15天一次吧。所以我那个时候大概1个月会去2次去尝试。可是那个针是酸的感觉还是痛？一开始就是微微刺痛，可是戳下去以后，慢慢在你的脸上就会开始有点酸、有点麻。可是真的戳完以后，你脸部的那个血液循环都会变得很好。然后我那一阵都不长痘痘。接下来杨小黎，小黎是演员跟主持人啊。怎么保养？对，我吃的非常清淡啦，不烟不酒不炸不辣不重咸。哎呦，然后我很喜欢按摩，我按摩不是按舒服那一种哦，它是按那种可能拨筋啊。你说脸吗？全身从头到脚。然后他1个礼拜我去2次，他主要是帮我疏通我的那个气血循环。只是有时候你在累的时候，真的卡的时候，很痛哦，痛哦，痛爆，都是痛到就是冒汗的那一种。然后我的那个按摩师就跟我说，就是我身体太寒了，所以其实，在那个过程当中，我在冒汗，其实也是体内在运动。哦，你们每个讲的我都好想知道你们在哪边。真的还有推脂啊，待会聊一下。什么金钟奖前那种，就是要把你的脂肪推到对的地方，这种都要常常做。林俊你好，林俊，你怎么保养啊？俊是运动吧？我是靠大量的运动。大量是多大量？我大概运动3天休1天，然后几乎就是一直维持这个。你是有氧运动吗？还是什么？我做重训，然后我打羽球。今天穿那么帅，主要是哎呦，明星啊，是的，太厉害了。在2025年的2月22跟2月23呢，2天是什么事情？2天的什么事？这个是钻石舞台。哎呀，我看到个好熟悉的人在上面。你说任贤齐吗？还是？没放没有，这上面有很多大家很熟悉的人吧？有啊，正中间那个 C 位的啊，有没有？最上面 C 位的啊。对先生是，那个右边是康康，左边是欧汉声啊。哇，这个是类似重现是小弟版的2场，对，来 AKB 48跟 Ozone 哈。对 Ozone 年轻人也会很喜欢。阿 Gay 啦，还有金佩珊、林君良是，他们2个是唱8点档回忆杀。然后美秀姐。哎，对，美秀跟蓝心湄跟鲍小芝是一组，还有美凤姐，任贤齐跟9孔是一组的。哇！你看我们3个组成加上这些人，很厉害耶！为什么都我在讲，你不讲？不是，你讲的很详细啊，你讲的很详细啊，是。对啊，那我觉得就是这次是办在北流嘛，对，那也谢谢瓜哥，我第1次在北流唱。哎，这个而且时间有非常对老人 friendly 耶，6点跟4点。不是啊，这个当然就唱一些大家能听的歌嘛，50、60、70、80都要。对啊，他乐队是孔锵老师，10几个乐队啊，哇，好精彩哦！对，这几乎是台湾的活历史，真的。大家请踊跃订票，多多支持啊！年代系统啊，谢谢。廖维妮你好，哈，花哥好，院长好，医师您好。对，冬天会比较容易干燥嘛，像现在开始皮肤就会痒。哎，有很多人冬天皮肤会痒，那有什么秘诀？秘诀8字口诀，水温要低，然后以油养肤。以油养肤，那刚刚可是凯西有说到一件事情，它都是敷面膜嘛。对。那你敷完面膜，你还是要擦乳液或是面霜。
对，要擦油。要锁水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在冬天光敷面膜很容易变更干。对，所以我跟他讲，1个礼拜敷5、6天其实是多了。对，而且我们很贪心，那他还没有1天敷3餐呢，要够本，所以会敷个20-30分钟，太多了。其实每天敷1次没有不行啦，但是你就是后续的程序要做好啦。对，更保水，而且要挑面膜，因为面膜有一些会把你的水分带到空气中，然后帮你吸走、挥发掉。欢迎魏，谢谢。接下来介绍的是我们王牌营养师刘以礼，营养师好。来，马上进行第1回合，协力夺金。来，向你请讲规则。这回合呢，靠的就是团队合作，每一个人轮流当主答者，但每一题只有90秒讨论时间，赶快取得共识，主答者按铃回答。那大家赶快讨论出来哦，因为你的奖金会跟随时间1秒1秒流逝。如果5位同样答案就先按吧。好，来，凯西主导，请出题。好。保养从饮食做起。根据台湾大数据调查，2024年讨论度最高的塑身饮食法是什么 ？A.211餐盘 ，B. 间歇性断食法 ，C. 低糖饮食法。请作答。有 B 有 C， 有不同的，来，请开始讨论。来，院长，为什么你会选 C？因为我记得间歇性断食法已经讨论很久了耶，就我所知，觉得过时。2024讨论度最高啊！其他2个你们有听过吗？君毅，我其他没有听过，我也没听过。其实我有点被院长说服了，我觉得低糖饮食法感觉也不错。你按没有用啊，主导是他。对啊。那只要小李觉得呢？我觉得间歇性是一直都很夯的，那低糖是前阵子很夯，211是前几年的时候大家用餐盘吃饭。前阵子很夯是低糖吗？那快时间了。我的答案是 C。再问，请营养师稍微讲解一下，让观众了解这3个选项内容。其实211餐盘它是用比例的方式，比如说可能有些是像可能蔬菜多就有2碗的概念，然后我们有1份的淀粉，1份的蛋白质的部分，所以它是一个医生他自己，我们国内的医生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个餐盘。那个餐盘比例是吧？对，它是一个圆形的餐盘，然后用比例的方式。青菜放这里。对，青菜放1半。就等于是一个圆形餐盘，青菜是1半。哇，吃到2青菜好难。对，所以它主要是强调就是说，在均衡饮食下把那个膳食纤维蔬菜拉高。是我们先讲这3样东西，让观众想一想。我们先不讲它。间歇性断食是？间歇性断食它的种类很多，大家耳熟能详168，然后有的是隔日断食，比如说礼拜1不吃，礼拜2吃，礼拜3不吃，礼拜4，这个也算是间歇性。对，然后还有52断食也是间歇性。52就是说一个礼拜有7天嘛，对，然后它其中有2天，它是用很低热量500大卡以下，比如说有的人他会用在礼拜1跟礼拜5，那其他时间是正常吃。这个方法其实在国外研究里面效果还不错。不可能礼拜5吧？礼拜5要出去喝酒哎，怎么可能每天都要喝？礼拜天是星期五，你也可以用在礼拜天。可是如果你用在礼拜天，礼拜1就不要用，因为所谓52就是说不要连在一起，就是说2天是比较低热量的，拆开。对，所以间歇性断食有很多。那另外第3个低碳的话，就是原本的碳水化合物，它只碳水化合物就是淀粉类的东西，原本我们是占我们总热量的大概50到55%，可是低碳它会降到30% 左右。所以就是把3大类的营养成分，蛋白质、脂肪都没有变，几乎没什么变啊，或者是把蛋白质拉高，把碳水把它降低。然后另外还有就是碳水，它鼓励就是摄取是比较是高纤的碳水化合物，比如说把饭换成地瓜，或是糙米饭、五谷饭这样子。这3个都讲解清楚了。好，回到我们现场了，凯西，你最后统合之后变成就刚刚讲的 C， 为什么？因为我刚刚听院长讲蛮有道理，然后小黎又说前阵子他很常听到低糖饮食法，那就跟2024讨论度最高是吻合的。OK， 他们选择 C 低糖饮食法，对或错？恭喜答对了！这责任我扛，这责任我扛。好，6500多。来，第2题是由子怡，请出题。好。钝感力被视为现代社会自我保护的能力，请问下列何种特质会被认定为有钝感力 ？A. 避免与人争论 ；B. 面对批评反应平淡 ；C. 不在意他人感受。请作答。钝感哦。不是钝感。
对，有。请作答医师。医师顿下来，很钝感。很钝感。有 A 有 B。哎，现在换过来你一个人 A 了，来子怡，请开始讨论。凯西为什么是 A 呢？我其实很不确定，我只是想说我自己好像会比较不想要与人争论，然后不知道。快，钱在跳。好，你们可以选你们的，没关系，不用理我，不用理我。那为什么我选 B 呢？我觉得大家都选 B， 所以我选 B， 我的答案是 B。好。现在4个统一1个，刚刚是1个统一4个，8336。来，小黎。我觉得是因为钝感的话，应该是有遇到外在攻击的时候，你才会有钝的这件事情。所以应该从外在的攻击来讲，只有 B 是这样子，其他其实是你自己去控制自己的状态。答真好，选择是 B。面对批评反应平淡，对我走。恭喜答对。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对别人的批评跟别人的一些想法太敏感了，有的时候这玻璃心会造成我们自己很累。所以呢，最近流行一个叫做钝感力，代表调整你的心态。别人说你什么呢，你就顿的，不要那么激动的去回应，也不要随批评起舞，那你的人生也会过得比较平静哦。14852，不错。第3题，小黎来接管，来，请出题。很多人会有肤质过敏的问题，请问肤质其实主要就是麦类中的什么成分 ？A. 纤维质 B. 蛋白质 C. 不饱和脂肪酸。请作答。有 B 有 C， 这我们都4个1个4个1个一样。小黎，请说服吧，来开始。答案是 B， 是因为 A 的话应该是不会在考虑范围 ，C 应该是仿制脂肪酸。那子怡为什么你觉得是 C 嘞？好，因为我不太确定，所以我决定跟大家一样 B。好的，我的答案就是 B。是8725，很快就被说服了。俊逸。我觉得应该是它的过敏的成分，因为我也有一点肤质过敏。吃面包最明显。对，面包就麦类，然后我觉得好像是里面的，就是蛋白质会让我过敏，所以选择蛋白质 B， 对我走。恭喜答对。这一题，请问营养师，主要是这些麦类里面有一个蛋白质叫醇溶性蛋白，那这个蛋白它会去攻击我们自己的身体，所以有时候会造成所谓的腹痛、腹泻。然后它腹泻会蛮严重的就是会乳糜泻，就是会一直肚子痛，然后一直拉肚子。对，那更严重的话呢，会产生关节炎，然后甚至于会引起就是皮肤的一些疱疹产生。对，所以有一些肤质过敏的这个不管小朋友或是成人，他禁忌的东西蛮多的。比如说刚行长讲到的面包啦，面条也是，只要是小麦、大麦、裸麦去做的这些东西，然后甚至于像有一些糕点类的啊。饼干啊，甚至于严重到在国外发现，有些人他吃那个炸鸡外面的那一层面粉，对，因为那个也是面粉下去炸的嘛，那也会引起。然后还有一些调味料，其实你看后面的成分，它有一些麦类的，那也会造成所谓的肤质过敏症。所以他只能吃什么？除了米之外，还有玉米也可以。那荞麦面是可以的，它是没有麸质的。然后像台湾的这个红梨，它也没有麸质，所以其实可以选择性的东西也是有的，只是说它比较严重的话，真的会造成很多困扰。好，总共有23577，接下来俊逸来主导，请出题。使用防晒乳时，常看见 PA 加或 PA+++ 等标示，请问其中的加代表什么效果 ？A. 延长晒黑时间倍数。B. 阻挡紫外线趴数 C. 防水度系数多寡。请作答。有 A 有 B， 请开始讨论。院长，你为什么觉得是趴数？我从学这一科以来就知道它是趴数。对啊，这个我也肯定。这个你也肯定？对，是紫外线趴数。你要被我说服。那我立刻被你说服。我们大家都被说服。所以你直接答。答案是 B。OK，7921。但小黎选 A 哈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好像我自己去做，之前代言防晒乳的时候有去做过一些研究，去 Google，代言过。我记得它好像是跟一个晒黑的倍数有关，但我不确定是不是加了。其实这题有一点两难啦 ，A、B 其实都是答案啦。我记得加是跟紫外线有关呐。
哎，不过说真的，有时候出外景都没有太阳，觉得今天都没有太阳，好，回来脸都红了。对，我说这个没有太阳，还脸会变得很晒。对，因为出了4年的外景，我就真的都是很注意防晒，还是很白皙，所以我对防晒有研究。懂了。还选的跟什么样？就是卖玉兰花那种感觉。玉兰花，你可以不要被我选择 B， 阻挡紫外线的花束，对或错？可惜答错了。其实呢，皮肤上的伤害紫外线要分2种，第一种是 UVA， 它就会造成晒黑跟变老。那这个时候 PA 加就是防这一种的。那所以加越多的话呢，就可以延缓你晒黑的时间。那第二种呢，刚刚医师说的是 UVB， 你皮肤会晒红跟晒伤。那 SPF 是防这种的，所以呢，其实2种是防不太一样的紫外线。那不是要涂3层的？所以当医生的有时候专业上会答错，不要听我的。举一个甩锅，没有我加。对了，好，接下来是廖燕妮廖院长来主导，请出题。疫情时代因线上会议而衍生的 Zoom 机型恐惧症，请问人们焦虑的是什么 ？A. 在镜头中的外貌缺陷 ；B. 声音听起来不像自己 ；C. 画面左右相反不适应。请作答。啊？因为疫情的时候，大家就用网络开会啊，ABC 都有，第一次 ABC 都有。请开始讨论。我想请问子怡，你选 B 的原因是？因为我觉得在镜头里面我没有外貌缺陷，太自信，这是自身的。因为我会找到一个好的角度。对，然后 C 的话，因为左右相反，我不会不适应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声音真的不太像自己，我选 B。好。小黎呢？我觉得是 A， 是因为现在太多滤镜了。以前你刚开始的时候，视讯根本没有滤镜啊，甚至连背景，所以我觉得是 A。那快，好，要不要选？要不要赶快来？院长的答案是还是 C？ 好，来按，坚持己见。我按了。5671。画面左右相反不适应，会有点怪怪的哈。可是照镜子，因为我不分，所以我好像不觉得有一个什么障碍。自拍也是相反，对。可是廖燕妮是讲究完美的啊，她就是所以她看了不习惯。我可能是错的，因为其实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，我们也是第一次听到。可是你常常用 Zoom 去上英文课嘛，对不对？是啊。那会有什么恐惧吗？其实还好，习惯了。因为现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呢，刚开始会觉得一直看着自己很奇怪，因为平常你在开会的时候会教课的时候根本看不到自己啊。是，所以他们选的画面左右相反不适应，对或错？可惜答错了。其实这个 Zoom 的畸形症呢，叫做 Zoom dysphoria， 是哈佛医学院的一个教授他提出的。其实说真的，经过研究，经过来判断啊，在疫情时间呢，微整形的人数爆高。原因是因为我们在 Zoom 的时候，我们会一直看着自己，你好像要打开镜头的时候，你也没办法闪，你就会一直看自己，越看越觉得不太舒服，所以你才会用一堆滤镜。这个背后的也是因为你对自己不满意，所以下了 Zoom 之后呢，你就会开始想要去做一些微整，让自己看起来更完美，更完美。所以面部焦虑这种容貌焦虑的顶峰呢，其实就是 Zoom 啊，还有疫情时期延伸出来的。可是这个因为是美国啦，美国他们也没有真的一直封锁。接下来凯西主导，请出题。人们常说多喝茶有助于抗老，请问下列哪种茶的抗老效果最好 ？A. 红玉红茶 B. 东方美人茶 C. 龙井绿茶。请作答。我选 B 是因为它。请开始讨论。我选 B 是因为它叫东方美人茶 ，OK， 漂亮，有没有？抗老好，但是应该不是对。来问一下小黎好了。东方美人茶是一种发酵茶，它一开始其实是不被看好要丢掉的东西，所以它其实里面有抗氧化的东西，是跟它的发酵有关。好像被说服了。我看院茶经说的啦。因为我记得绿茶里面儿茶多酚是不是比较多？就是一种抗氧化剂。好像也有道理。我的想法跟院长比较像，因为绿茶，因为3个里面只有绿茶是半熟茶，6000多生茶。好，我选 C 好了。好，那也是。我答案是 C。但东方美人茶也是绿茶，是吗？它其实是不确定啊，不是，它是红茶吧？是红茶。还是乌龙茶？臭不得，臭不得啊，那就是熟茶啦，那就是熟茶啦。对，所以它是乌龙茶。乌龙不是绿茶吗？半发它是因为里面虫咬过之后呢，
它的营养价值很高了。对，所以当初卖相不好，你要去菜市场卖的时候，回来说卖多少钱？你那个茶那么丑，卖相很差，都卖得很高，你碰轰啊，你现在光随便碰烘茶，所以它叫东方美人茶。我记得有普洱茶也是有被虫咬的那一种，对，也是有很多好几种。对，什么碧螺春呐，那个野兽有一种虫咬的。那红茶就是红茶了，那红茶并不代表它没有儿茶素啊，也有吧？有，但绿茶很抗氧化。好，选择龙井绿茶，6错。恭喜答对啦！曾佳婷，对，其实我们的茶大致上分成3等类，一个是没有发酵的，一个是中度发酵，就发酵到一半，然后另外一种是全发酵，那我们这一题的答案是说，因为它要抗老化嘛，抗老化就是抗氧化的成分要高，儿茶素最高，最容易抗老化。所以没有发酵的茶，儿茶素最多。那什么茶呢？就是绿茶。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才会是龙井绿茶。了解。那大家一直争执的那个所谓的东方美人茶，它是归在半发酵茶这一块，所以它是属于乌龙茶。乌龙茶，对，它的儿茶素是在中间。那我们的红茶儿茶素也有，但是比较少一点。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更好的营养成分，比如说它有那个红茶素的部分，其实是针对一些皮肤的保养是有帮助的。对，那我们在喝这些茶的时候呢，我们因为很多的研究都一直在研究儿茶素嘛，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降胆固醇啊，还有刚刚提到的抗氧化功能。那如果你今天很喜欢喝乌龙茶或是红茶的话，你要怎么让它增加里面的儿茶素？就是你可以加一点柠檬。柠檬加那你也可以加一点薄荷，然后甚至于在日本的喝法，还会加一点梅子。那这个的话，都可以帮助乌龙茶，还有帮助这些刚刚提到的红茶，把儿茶素拉高。29770，这个杨子怡来主导，请出题。好。2023搞笑诺贝尔得奖议题：地质学家为什么要舔石头？请问他们为什么要舔石头呢 ？A. 舔过的石头纹理比较清晰。B. 测试岩石会不会变直。C. 判断岩石的酸碱度。请作答。好强啊，难哦！这么强啊！对呀，超难，超级。来 A、B、C 都有。请讨论。好，我会选 C 的原因是因为前面2个东西它舔了以后可能测不出来，可是你舔的话，你大概可以知道它的酸碱感。对，就是我的想法是这样，所以你的想法跟我很像。蛮像的。请问一下选 B 的小李。我觉得今天石头有一些酵素什么的，舔下去是不是会有一些洗的化学变化？我刚刚有在想这件事情。好，来，俊逸院长，因为俊逸跟我一样，因为我觉得酸碱这件事情哈，有的时候不是全部味觉可以出来的。6000多了。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看纹理判断的。好 ，OK， 那俊逸来，你说一下。他一样啊，他一样啊，我知道一样，你的想法跟我一样，那我答案是 C。OK， 已经5000多了哈。对，判断岩石的酸碱，这个太难了啦。那好难哦。那个山羊为什么一直站在岩壁上？为什么？山羊在撬，它要舔那个岩石的有盐分，因为里面有一些矿物质，对，它必须补充一下，所以山羊都会在岩壁上嘛。对不对？对。但它是人呢。他不是山羊，对，他就判断这里面的是什么酸碱，有需要牺牲他的舌头吗？如果这个东西，你今天如果写判断岩石的盐分，那我就会选它。但是你知道，因为假设这个岩石是酸的，你觉得人会去牺牲自己的舌头？如果他舔到个强酸的岩石，有可能吗？不是啊，你 A 更糟糕，填石头纹理较轻，那你要填片整片，你们填到什么时候？对啊，我家铺大理石要这个比较轻，开始舔，舔炸哎。搞笑诺贝尔有说要答错的吗？没有吧？没有。搞笑诺贝尔就是非常奇怪的一些，只有科学家不知道在想什么。但是是真的，是真的，对，是真的这样。啊，选择 C 判断，这样演好像舔这个好像最合理了。对啊。C 判断岩石的酸碱对或错？可惜答错啦。没有，所以我说 A 是对的。既然是搞笑嘛，因为你说答案要是对的，所以他去看岩石的时候，他要能够判断那块是什么岩石。我发现院长有点马后炮倾向，他刚刚说不要听我的，现在说对嘛，就是这样。我刚刚医学的不要听我的。OK， 那为什么呢？他就是觉得说啊，他是得了地质学奖跟化学的这个搞笑诺贝尔，他要说喜欢舔岩石的原因不是因为要品尝味道，而是你这样舔，有时候发现一个东西要看清楚一点，你把它表面可能有什么灰尘那些，把它擦干净。对，这个概念。
可是因为它是搞笑，所以它就要这样子舔一下之后给镜头看一下，因为湿湿的表面比干燥的表面更能展现这个颗粒。对，好直接的一个观察，是觉得很搞笑吧？这个搞笑诺贝尔。达拉西维茨。达拉西维茨。还奖金是29,770。接下来小黎主导，请出题。古代女子会使用天然材料制作化妆品，其中黑色矿物石带会被做成什么化妆品 ？A. 眉笔 B. 眼影 C. 眼线笔。请作答。哦，有 A 一样的，请讨论。好，我的答案是 A， 是因为以前的画眉之乐好像他们比较注重眉毛，所以眉笔应该是一个比较会常出现的东西。对，那我们来问一下那个子怡，为什么你觉得是眼影？好，因为我突然想到，就是好像是唐代吧，他们就是会用一种花，然后把它贴在这个地方，然后那个时候他们的化妆，我记得他们很注重这个眼影这一块哦，这里除了额头的装饰以外，还有眼影这一块，所以我才选 B。那凯西注重眼线，因为我只是想说黑色矿物，因为眉笔有咖啡色，眼线是黑色，所以选眼线。好，那我的答案决定就是 A 眉笔。哦，没有被说服，你没有被说服。我觉得你可以不用问我们，对啊，你可以直接答。我只在意后面的钱快要掉光光了。你没有听得很真心哎。没有，因为重点是我觉得好像古代人没有注重到这么细致的眼妆。其实是有啊，但是我觉得不是，我觉得不是时代。哦，我觉得那个东西不是时代啊，矿物，他讲矿物是闪灵吗？做眼影的话，好，选择的是眉笔 A 对或错。恭喜答对！厉害哦，厉害厉害！画眉这个风气呢，战国就有了。那有的时候呢，就想说，哎，没有特定的画眉的材料的时候怎么办？他们会用柳枝把它烧焦，是不是就有一点灰焦？然后把它这样弄一弄，哎，就可以变成来画眉毛的材料。那至于眼线笔的话，说实话，那个时候没有那么 care 眼线，主要都还是先从眉毛开始。那眼线当然后来研究出来的时候，当然会开始画，可是还是在排在眉毛后面的。来，林俊逸来主导，请出题。季节性忧郁症的英文缩写正好是 SAD， 请问下列关于 SAD 的描述何者错误 ？A. 患者大多是中老年人 B. 女性患者比例比男性高 C. 诱因是日照时间变短。请作答。我选 A， 都一样啊，就选 A。对，大家都一样。俊逸呢？你是主导的呢？我觉得患者大多为中老年人的这个缪斯，应该是说这个患者应该是从小学生到都有哦，尤其是这2年，因为新闻也前阵在报说小学生现在忧郁症的比例越来越高。所以你看政府就是。现在年轻人看3次心理医师嘛？对啊，3次，免费的，18到33岁。对，所以选择 A， 患者大多是为中老年人，对或错？恭喜答对！这一题麻烦我们的专家。这题的答案是这样子的，因为它是季节性的情绪，它其实是一个失调症。对，就是说它失调之后呢，因为它跟日照有关，就是说当你的日照的时间比较短的时候，相对我们体内的血清素的含量会降低，这时候你就会变得比较不快乐。所以它会产生一些，比如说像他就不愿意出去社交啦，然后另外就会比较容易忧郁啦，那甚至于在饮食上面，他比较容易暴饮暴食，而且会比较想要选择一些碳水化合物高的这个食材，所以这时候就是跟日照的这个时间短有关。那他这个研究里面发现啊，女生会比男生多4倍，哇，就是对，这个女性的部分，因为可能女性她很辛苦啊，细腻一点，所以对这些所谓的没有照到阳光这件事情会比较敏感一点，对。然后另外呢，还有就是说，它好发的年龄，它是在18岁到30岁，那原因是什么？大家会以为是中老年人嘛？那原因是因为这18岁到30岁，它是属于比较是在外面工作的，然后是比较是对外的，这时候是比较有活力的，所以阳光对他们来讲其实是蛮重要的，对，所以它反而不是好发在这个中老年龄的部分。这样。现在多少钱？45,912。最后一题了。最后一题了，院长抢下来，请出题。
听 ASMR 能让食物更好吃。请问这种声音刺激味觉是受到声音的哪个方面影响 ？A. 声音频率 B. 声音波长 C. 声音节奏。请作答。哇，真的是很难嘞。有什么吞咽的啦、吃的啦，对不对 ？A、B、C 都有。来，请开始讨论。院长。我记得去餐厅的时候，他都放比较快速的歌，然后比较热情的歌，就是希望他可以吃快一点，然后翻桌率高一点，所以我选这个答案。那可是我要请问凯西，那你为什么选 B？因为 ASMR 是那个声音在你旁边很清楚的，我觉得是因为它波长可能它不一样，所以会让你感觉它有身临其境的感觉，所以我选 B。是，那我你整合一下答案是吧？因为那个音乐跟 ASMR 没有关系。还有俊逸选 A， 俊逸选 A 的原因是因为它的频率就是5000多了，就是这个是节奏啦，就是音乐人的节奏。摸旗啊，那你们有没有什么？哇，我的答案就是 C。你剩3000多块了，完全不理我们。因为你误会题目的意思了，跟音乐的快慢没有关系。对 ，ASMR 是一个 ASMR 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吃东西的一些对这些声音，或者是咬比如说吞口水的声音啊，它不是音乐，它不是音乐，要不是频率的波长。因为波长我会觉得是因为有些我睡不好，有些是音乐什么释放什么阿法波，然后可以让我什么听雨声啊什么的。好，他选择的声音节奏对或错？可惜答错了，频率啊，答案是声音频率哦，果然是声音专家，真的。俊逸刚选 A 了，但是你知道音乐人讲话都会说，你知道就是然后想说什么啊？他刚才在我嘴巴在耳朵旁边对，但是因为就算这样，它还是有高低频的感觉，就是它那个快速。它的速度啦，速度，但它那个高频的声音啊，通常会让你觉得正面愉悦，所以有些女生讲话声音音频比较高，你就觉得很愉悦，很有精神。那如果低频的话，就会有的时候比较沉闷一些些，所以你在吃饭的时候要增进你的食欲的时候，当然是它频率高频一点。好，我跟你讲，你等下吃便当就配这个，我看你怎么吃，这么快乐哦。对，好。45912，调整为46000。耶，好的。耶，所以你们奖金是46000，你们接下来这个回合只有一个人可以挑战46000了。没错。进行下一回合，唯我独拿。请乡里讲解。这一回合呢是用听的听题目，抢答之后作答，答对1题累积半张淘汰卡，那答对2题的话就可以完整的1张淘汰卡，你就要选择残忍的淘汰哪一位队友，只有最后留下那一位才可以前进第3回合的挑战。不能随便抢，抢错2次就自己淘汰了啊！来，第1题请出题。请问做脸步骤中，蒸脸的用意是促使毛孔打开，还是帮助皮肤镇静舒缓？小丽，我的答案是促进毛孔打开，好紧张。促使毛孔打开，对我走。没错，因为蒸脸的时候就是血液循环会变好嘛，那毛孔打开之后，老废角质啊比较好清啊，那些脏的地方也比较好清，所以我们做脸一定都会先蒸嘛。就像其实有时候去那种蒸汽室啊，我们那种毛孔都是打开的，所以出来要赶快披风或者是披毛巾，不然就是风会灌进去，就是因为毛孔打开了。同样道理，这传统式的啦。现在好像仪器就包括这些了吧？要清毛孔有很多的方式，对。原来我们反而也不鼓励蒸脸，因为蒸脸你其实很容易让你的皮肤变得比较敏感啊。对，这样哦。OK， 好，那个是比较传统啊。来，下面一题请出题。面膜的材料百种，请问适合敏感肌使用的面膜是不织布还是蚕丝？小黎，我答案是蚕丝。蚕丝对我走。恭喜答对，因为蚕丝呢跟我们人体的皮肤的构造蛮相近的，它可以贴合的也比较好，而且敏感肌肤也很适合哦。那不织布呢，它的原料是石油化学原料，所以它的贴合度比较差，而且敏感肌容易过敏哦。这个蚕丝应该会比较贵吧？
对，会有差，因为它贵，所以我是敏感肌肤，所以我就是要买蚕丝的。你看的时候，外面你就会看它是哪一种，而且我敷了不织布之后，就是会痒，因为它真的，而且它尤其我敷太久的时候，它干掉，它就是一块很粗的布在你脸上摩擦。对，是这样。经验。恭喜小黎获得第1张淘汰卡，连下2哎，小黎3张都在你身上啊，有可能有发生过。请问你现在要淘汰的是？我要淘汰的是。凯西，不是，重点因为他高跟鞋很高，我希望他赶快去坐着休息，贴心，先下班了。那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发膜是头发保湿的秘密武器，请问它最佳使用时机是洗发前还是？之一，洗发后。对我走。恭喜答对，当然是洗发后才用发膜，但是头发不要全干，等于有点半干的时候呢用发膜。那因为有些这个是不用冲掉的，那如果要冲掉，就是洗完发然后发膜，然后稍微停留一下再冲掉也可以。还有半张卡了啊，来，请出题。摄取胶原蛋白有助改善皮肤弹性，请问吸收效果最佳的时间是空腹还是？廖院长。空腹对或错？恭喜答对哦！因为胶原蛋白为什么要空腹吃呢？因为我们身体吸收氨基酸的时候，需要有一个东西叫载体蛋白。如果我们吃东西的时候，载体蛋白在处理别的蛋白质，所以空腹的时候它才会帮忙 carry 这些氨基酸。是的，好，来，接下一题，请出题。防晒天天都要做，请问物理性防晒产品的原理是吸收？小黎。它不是吸收，它是隔离。隔离对或错？可惜答错喽。题目是反射或是吸收，这就抢快啊！没有听完题目，那字幕也不会出来嘛。对，所以就会想说赌一把。对，因为物理性呢，等于就是靠折射，我直接隔阻了紫外线，紫外线进不来。那化学呢，是因为你防晒产品里面有一个化学成分的分子，那这些分子会吸收紫外线之后把它化解掉，所以是不同的防晒方式。好，你记一点啊。好，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灰指甲是一种常见的指甲感染，它主要的病源是霉菌。毛菌。霉菌对或错？没错，它就是霉菌，不是细菌哦。它的疾病的名称叫做甲癣，霉菌进到指甲里面造成感染。来，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根据世界各国恋爱与性生活满意度调查，满意度最低的是日本还是韩国？哎呦，按到了日本对或错？恭喜答对！全世界性生活跟恋爱满意度最高的是墨西哥跟印度，76%的人都觉得性生活跟恋爱很满意。那日本呢是总满意度只有37%，掉世界的车位。为什么日本会这样啊？对啊，好压抑。所以他们不是到了年纪大，小孩长大以后就离婚了吗？对，好像先生领到退休金，他分一分就离婚了。但我以为他们那些产业很发达，就是因为太发达，对那个麻痹了。是这样子啊。哇，院长。恭喜廖燕丽院长得到这张淘汰卡，请问现在要淘汰的是？可是好残忍。对啊，我要淘汰的是杨小黎。因为小黎在美容的尝试非常丰富。我用淘汰来致敬他。哇，很会讲耶！可是院长他是最没有卡的哎，他应该很想淘汰我很久。小黎是表现比较强势啊。对，好，小黎请休息。注意到，抱歉。他因为没有卡，他会淘汰有卡的人嘛？对呀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皮质醇又称压力荷尔蒙，含量过高导致皮质醇脸时，脸会看起来肿胖还是红痒？会红痒。对或错？
可惜答错喽。皮质醇脸就叫做满月脸，那它在早上的时候皮质醇含量会最高，所以脸颊会这样蓬蓬的，因为它里面脂肪储存，所以看起来会特别肿。那不是吃那是吃类固醇吃多了，吃类固醇吃多了，因为它是皮质醇嘛，然后一样皮质醇就是类固醇，所以它不会是红痒。记一点，来，请出题。根据全球2023年发电量调查，世界占比最高的发电方式是煤炭还是天然气？哇，廖院长，是煤炭。对我说。恭喜答对！2023年煤炭还是全球发电最主要来源，36%这么多。第2名才是天然气，第3名是水力发电。那个俊逸跟子怡有在玩这个游戏吗？我刚刚按了，刚刚就算答了，抢到我也是错，因为我会猜天然气。因为 a little bit slow 了。我们很认真了。请出题。请问，造成苹果型肥胖的主要原因是脂肪堆积在腹部内脏，还是臀腿外层？俊逸。好。腹部内脏。对我错。恭喜答对，肥胖型如果是苹果型哦，就是这边都细细的啊，这边特别胖。那这边呢，就是你腰腹部嘛，那你脂肪就是囤积在这边内脏，对，就要看它的内脏脂肪。俊逸，你有一张淘汰卡了，请问你现在要淘汰的是？我要淘汰的是。抱歉了，院长。好狠呐！你策略上不是应该淘汰他吗？没有，他太强了，这个是你的专业啊！廖院长，请休息。好，谢谢。俊逸现在没有卡，比较占劣势。对，子怡有半张卡，你再答对一题，你就过关了。是哦，我怎么忍心杀他？不是杀你，你只有一张卡就结束了。哦，那就没办法了。来，请出题。著名的童话故事《木偶奇遇记》，主角皮诺丘只要一说谎，就会发生什么事？你说。好简单。天哪，怎么会有这一题啊？鼻子会变长哦。对我说。恭喜你答对。就这样。大家都知道你刚刚是觉得很神奇，说怎么会赢在这么简单的题目？甚至不武啊！对啊。对，这故事。对啊，鼻子就说谎变长，说短变长。对，但是有个温馨的地方，他鼻子很长的时候，他就会手足错，所以有个帮他的蓝仙女就会召唤一群啄木鸟帮他啄。而且最后呢，他真的很想变成一个小男生，真正小男生，他就一直不断努力，最后有美梦成真哦。是的，恭喜杨子怡获胜。好厉害哦！进入最终决战 Battle ATM。恭喜子怡有4万6的挑战权，来，请刷卡。好，你已经熟门熟路了，不用我多说了。来，第2次站上最后一关，请打开。因为我今天没有带文昌笔，我很紧张。4万6千块，但必须通过2道密码的提示。来，请出示2道密码考验。2道密码呢，分别是总笔画42画的保养要趁早，或是51画的胖子穿露肚装。胖子怎么了吗？国王新衣啊，胖子穿露肚装不对啊，有样学样啊，对不对？哦，西施孝嫔，西施是漂亮的，对，都是孝嫔，对，类似像这样子，保养要趁早。我还是选笔画少的好了。真的吗？保养要趁早。有样学样啊，人老珠黄啊。人老珠黄有这么简单的事给他写？对啊，不太简单，而且42画，我选42啊。保养要趁早的，请锁定。胖子穿露肚装到底是哪4个字呢？请看。东施效颦。你都猜中了，你还不？评不一定写的对啊。可是你可以用别的方式啊。因为我评下面会写耳。啊，对，那个自卑的卑啊，平卑啊。准备好1分钟哦，保养要趁早，请出题。你的题目是前车之鉴。前车之鉴啊，来，请计时开始。清楚。那个念车哦。2、3、4、对啊，车。6、7。4万6拿走了，对大家来讲。 G。 1、2、3、
3、4、5、6、7。1、2、3、4、5、4。剑。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。确定？几秒？不错哎。 35还有25秒，算一下，对不对啊？来，密码09070422，对我说。恭喜你4万！还在那边说不会吧？耶，还好不是东施效颦啊！4万6哎，对啊，郑姐是这样，没有一个字都没错。哎，他这个剑放成这样子可以吗？它有2种写法，对，还有2种写法，这样也对吗？对。 一样的字所以我们不扣你钱了，谢谢，4万6给你，这种写法也对了哈。哇，比上次多快2万呢，真的哦。对啊，你还在那边说好久没写字，前钝感力，所以我们也是前车之鉴嘛。对啊，前车之鉴意思就是你看到前面那台车的镜子，对，你就他会有发生什么不用看镜子啊，就他一直在拿奖金，还发他，不是前车之鉴吗？这个是自己学不乖，没办法。对，真是没有学到。来，谢谢前车之鉴，拜拜。恭喜子怡。 哎呦，4万6就这样拿到了，怎么会啊？这个成语就写我们自己嘛，前车之鉴。没有，以前得过还要发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没有我真的是因为上次得了以后，我那个手机的那个手写我就把它移掉了。我以为手机传你是新的。没有，我想说不会再过来了，然后就没想到。拿了就诚实一点了，你现在可以了。你现在可以把它丢掉了，也不会再发你来。不要这样。哇，前车之鉴，运气好，运气好，谢谢。哎呀，这个稍微介绍一下了。是的，这个钻石舞台呢，在2025年的2月22跟23呢，在台北的北流，然后已经全面开卖了，年代售票系统，而且非常期待听到你们唱歌。先买2张票，有，先买2张票，我们收起来再给他2张票啊！谢谢，其他就是小费了。谢谢子怡，对，一定要，再踊跃购票，帮爸爸妈妈也想想。对啊，欢乐一下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别忘了晚上8点锁定，拜托 ATM 把智慧变现。今天购票了，年代购票系统，谢谢小丽。Battle ATM, who dares to battle？ 哦，拜托 ATM， 谁敢来 battle？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，等你来 battle。